1945年10月24日，一则消息出现在各大报纸上：中国战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受降主官陈仪登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台湾这片土地，陈仪并不陌生。10年前的1935年，也是这个时候，陈仪曾以福建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受邀参加台湾博览会。彼时他只是一个受邀的参观者。然而此行赴台，他将作为台湾的主政者。此时，61岁的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正在等候陈仪的到来。安藤利吉与陈仪颇有渊源，他们同为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此刻，安藤利吉，昔日日本在台湾的最高统治者，现今却是以战败者的身份，等待着陈仪前来受降。而对于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却是否极泰来后的新生。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以上の措置をもって自局を収拾せんと欲し、ここに終了なる汝臣民に次ぐ秦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日蘇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台湾，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那一天哦，也很特别，通知啊，说是中午12点，要天文有个很重要的广播。我穿得整整齐齐的哦，我在听哦，他那个录音呢非常的长，七七叉叉些杂音很多，隔壁的在哭。那我就知道日本投降了，那我们就很高兴。我就告诉我自己，日本为什么打败仗？怎么样呢？我就会讲打败就是打败仗。他也不敢再讲，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虽然是打败仗，可是还没有光复啊，还没有来收啊。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后，受过日本殖民之苦的台湾民众心生暗喜。不过投降之初，台湾民众喜悦之情还不敢轻易显露出来。为什么？当时日本人还在啊，当时日本人还有20万的军队和警察，所以台湾人还不能够马上表露出来，要经过一段，到了9月、10月这一段，慢慢的才表现出来。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62岁的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3天后的9月1日，这一消息出现在台湾岛内发行量最大的《台湾新报》上。9月7日，又任命陈仪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负责包括澎湖列岛在内的台湾地区的受降工作。陈仪在国民党里面，他既懂台湾，也懂日本，这样的人才在当时国民党的这些官员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陈仪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好多人的总督都是日本陆军大学的，所以日本这些军人对陈仪有一定的尊重，所以
他统治了这边以后，他比较能够震慑这个地方。此时，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心情焦灼。早在8月15日，台湾日军参谋总长剑山春树就建议，拒绝中国官兵登陆台湾。时隔半个月，一批少壮派军官又向安藤利吉陈情，皇军绝不能低头屈膝，也绝不能将苦心经营的台湾拱手让人。我们必须与敌人做最后的决战。彻查台湾收复在即，对于在台民众及敌人驻台各机关，似应散发布告，借以唤起民众，安定人心。这是国史馆馆藏的收复台湾意见案。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动向，陈仪亦有察觉，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了应对。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官及警察皆应静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轨，残害民众生命财产，并负责维持地方治安。1945年8月23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召集越南北纬16度以北及台湾澎湖的日军最高指挥及全权代表，于9月2日之前齐集南京，接受命令。这一天，台湾士绅林献堂接到通知，让他作为台湾民众代表迅速赶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在日据时代，林献堂他们雾峰林家家大业大，以当时候的台湾来讲，声望最高的应该就是林献堂。林献堂，祖籍福建漳州，1881年出生在台中雾峰乡的望族林家。7岁开始接受中国文化教育。林献堂一生不说日语，不穿和服，被认为是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自治运动的领袖和汉文化的保姆。1945年9月8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即将到来，已在南京等待的林献堂却迟迟没有得到确切时间与地点的通知，也不知道要跟谁联络。他找到台湾日军参谋总长剑山春树。剑山春树跟他们讲，我们是去投降，所以只有台湾兵的代表，没有你们这一般的台湾人的代表，这是骗他们的。当时何应钦已经同意了，有6个台湾人参加这个受降。后来当然就被何应钦说：“哎，明明叫你们来，你们为什么没有来？”我觉得日本人就是不愿意让台湾人看到他们狼狈投降的样子啊。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也在8点45分到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了摄影记者的中心目标了。9点15分，日本代表开始签署降书。小林总参谋长帮着磨墨，这真是最动人的一幕。冈村大将签字完毕，想亲自把降书呈递给何总司令，于是日本民族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进入1945年9月，从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对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
到南京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本投降的历史性场景一幕接一幕的上演。此时的台湾已悄然发生变化，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即将光复的风声。刚刚结束了少年兵生活的张克辉，在返回学校的途中，见到了一派热闹景象。我们回彰化火车站到我们学校呢，还要跟我们走它30分钟嘛。大家非常热闹呢，这个打鞭炮啊，敲锣打鼓啊，这说啊“祖国万岁”啊，在那喊。台湾新报记者吴浊流对于这种变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的感受。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祖国军队的来临。由于很久没有祖国来接收的关系，政治完全成了真空状态了。吴浊流1900年出生在台湾新竹，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一代。他做过老师，参加过诗社，而后当了记者。在日本殖民统治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今日本投降已成事实，光复的消息传遍全岛，吴浊流的心情也轻快了许多。由于能够尽情自由地写新闻的关系，心情就像是小鸟飞出鸟笼一般。每天祝贺的报道在纸上跳跃，显得异常热闹。于是600万岛民陶醉在光复的梦中了。位于南京中山路的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从事民国中央机构档案收集、保管、利用工作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这里收藏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945年9月20日，由陈仪主持制定这部大纲，获得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通过。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各省的行政制度正式确定了。台湾是特殊的情况啊，不跟别的省份一样，是接收过来，在日本统治了50年，接收过来是相当复杂的。国民党政府底下的这个省长，他的权威是不够的。省长管不了军，管不了经济，他要做的是行政长官，公署位阶是比省的位阶要高许多的，就是说他可以有很多独立的东西，军政、经济。早在接到任命后的第2天，陈仪就向国民政府推荐和提名了行政长官公署的主要成员。葛敬恩被推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他是陈仪早年任浙军第1师师长时的参谋长。同时提名的秘书处、民政处、教育处等行政长官公署主要成员，也多是陈仪熟识和信任的老部属。陈仪的这一套班子呢，主要是他在主闽时期，就是他在任福建省主席时期的这个僚属，启用的台籍人士呢，主要就是加入了台湾调查委员会，或者后来呢参加了行政干部培训班的这样一些台籍人士。1945年9月27日，林献堂在台湾新报发表了祖国未忘省民的文章。文章说，南京受降典礼虽因日本人从中作梗而错过，
但他们还是参观了受降典礼的大礼堂。林献堂认为，指明台湾代表参加受降典礼，是祖国未忘省民的证据。这段时日，台湾民众已经开始自行制作欢迎旗帜，一些商人也大量制作囤积起来，一时间出现了台北布柜的奇特景象。台北市红布全部卖完，当时只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但是那个白日有几道光芒不晓得，所以自己去做那个国旗，做的有10道，有12道，有这个9道，有8道。光复的脚步越来越近，台湾社会充满着高度的参与热情，许多民间团体纷纷成立，青年学生也开始活跃起来。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郭秀从发起成立了台湾学生联盟。台湾学生联盟在台湾光复以前，它主要做的就是欢迎台湾回归祖国，宣传祖国，最重要的是学习国语。那像包括他们去学习唱歌，唱得很重要。他们很多人大概写的第一首歌都是《义勇军进行曲》。1945年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率部属71名抵达松山机场。葛敬恩奉命率部飞抵台北，筹备受降事宜。来自祖国的将官首度出现在台湾民众面前，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葛敬恩多年后这样回忆当天的情景：当时我正发烧达40度，无奈刑期早已确定，只好带病前去。大多数日人都手执中国国旗，高呼万岁。台湾同胞更是十分欢欣，欢迎的人群个个泪流纵横。那你中国军队去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这时候呢，他这个任务是非常的繁重，因此必须要成立一个前进指挥所，先到台北去跟日军呢进行接触。就大队人马几万军队来了以后，你这个交通怎么解决？你住在哪儿？每天的粮食、饮水、社会秩序怎么去维持？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在很多细节方面那么要表现出一个胜利者的一个姿态要给失败者、给侵略者一种教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给投降的敌人太大的羞辱因为这个羞辱会制造一种长期的民族仇恨。坐落于台北市与景福门相邻的这栋建筑，日据时期是台湾总督府官邸。10月6日，葛敬恩率前进指挥所全体官兵在台湾总督府官邸旧址举行第一次升旗典礼。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宝岛上空，重新飘扬起祖国的旗帜。下午16时，葛敬恩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第1、2号备忘录交付台湾日军参谋总长剑山春树，告知台湾日军正式投降前应遵守的事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台湾，交代台湾的各个机构造名册、人员的名册、财产的名册。政府真的正式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要能够马上就可以开始展开工作。他们是先做这个预备工作。另外，当然还有就安排这个受降的这种工作。1945年10月10日，台湾新报的纪年法由昭和转为民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从这一天起，台湾新报的中文版面多了起来，逐渐取代日文版面。这里是浙江宁波北仑港。194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70军接到一项紧急命令，他们即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台湾。这支部队与日军缠战多年，历经淞沪会战、南昌会战、闽浙会战等重大战役。从宁波出发前，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特别的动员与培训。好像反我是考了500了，真的丢下去了，所以我就上兵去了。可能500我都自车装起来，反东不理发了不够，被送那炮枪了放起来。我们是觉教学啊，服装啊也是各方面，各地方送到宁波。所以那个时候在宁波就重新换了一套衣服，自己买点牙膏牙刷。炊事兵啊，挑这个炊事的反锅，这样子去的。一个连队为单位，所有的粮餐都要自己带、自己煮、自己吃，没有人供应的，所以那些东西都要自己挑。台湾在哪里？刚满18岁的福建泉州籍士兵林经武，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是300年前他的泉州前辈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地方。在宁波集结的时候，林经武还听说岛上20万日军还在，他和战友们做好了登陆作战的准备。我们在船上就准备要战斗了。登陆，因为登陆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这么便宜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是很毒的，不会让这样，我们就大家都这样子，所有战士都知道说上船要把赤道上好，准备战斗。兵舰在海上沉浮颠簸，官兵们晕船呕吐，十分厉害。10月17日。运输舰慢慢靠岸，疲惫不堪的70军官兵即将从基隆港登陆，不过等待他们的并非想象中的抵抗。2015年4月，台湾1945摄制组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海量的素材库中找到了这段珍贵影像，真实记录了70军登陆基隆港的场景。满载祖国官兵的军舰入港，岸上一片欢腾。舰上的官兵们没有见到预想中的战斗场面，一脸疑惑。慢慢的，有人招手呼应岸上的热情。热烈的欢迎中，一些非议也随之而来。70军看上去装备简陋，还挑着锅碗瓢盆，有的台湾民众也流露出了些许失望。台湾的老百姓看了70军呢，叫他们叫花子兵，而且很多年轻人呢也奇怪，这些叫花子兵怎么会打败皇军呢？那么这张照片一直被引用、被扩大解释，可是更多的照片证明70军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国家打日本人打了8年。民穷财尽，老百姓向他征税，他已经没有钱了，你还征什么税嘛？国家没有仓库里面没有钱，你怎么办？无论装备武器都比不上他，但是你要说我们真正输给他，我不服气。
从这段视频上看，传闻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实际上，70军官兵衣着整齐，军容威严，步履矫健，列队上岸。栈桥上早已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他们挥动着小旗，迎接祖国官兵的到来。步舞堂堂，义气冲天，欢迎之万众，感激欣然。1945年10月18日的《台湾新报》这样描绘国民革命军第70军在基隆港登陆的壮观场面。当天下午，火车送我们到台北市。到下车以后在那个火车站集合，乘纵队就走到红庙，沿途老百姓欢天喜地老的都笑，那个少年的都在跳每一个人都在喊万岁那国旗都一路都是欢天喜地的欢迎。早在几天前，花莲名医张七郎欢天喜地地搭起了欢迎的牌楼。每一个地方的牌楼都写上对联。我只听祖母讲说，你阿公为了要建这3个牌楼，给了6万。你要知道那时候的6万是了不起的一个大数目。张安满当时年岁虽小，但对于祖父那难以言表的激动心情，他至今记忆犹新。他看到政府的官员过来，他为了表示欢迎，所以在瑞穗、凤林、花莲这3个地方，他建的牌楼。那么在牌楼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欢迎门联他这边写了“欢喜江山归依旧，引来旗帜庆重新”。非常具有国家民主的这种概念的这种门联。阮传发，泉州人。他是中央警官学校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的一名学员。接到前往台湾的任务后，他于1945年10月10日提前毕业。当70军在宁波码头整装待发时，阮传发和他的同学也正从闽西大山中的学校出发，经过2天的长途跋涉，来到福州待命。2天以后才到马尾去的。那么为什么要在福州等1-2天呢？一个是待命，等到上面就这个命令。那还有呢，做那个制服，每一个人穿着一个黄色的卡其的制服，3角皮带，腰间呢还插了一把短剑，大家这个威风凛凛的。你要到台湾去，但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其实代表国家要去光复台湾的。1945年10月23日，福州马尾港，26艘同盟国军队登陆艇组成的船队，搭载着阮传发和其他行政接收人员，共计1000余人，从罗兴塔下起航了。我们跟那个美国在船上，在甲板上搞联欢晚会。美国的水兵有黑人黑人也很热情他知道我们要去光复台湾的，他也很支持，也很高兴。所以我们这个联欢晚会互赠礼品唱歌跳舞。抽调参与接收的谢东闵，此时正与阮传发搭乘同一个船队返回家乡台湾。谢东闵祖籍福建漳浦，1908年出生在台湾彰化。1925年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
谢东闵只身回到中国大陆求学。1942年，谢东闵接受邀请，参与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此后一段时间，谢东闵在漳州、永安、福州等地参与抗日活动。如今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在即，谢东闵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19岁很勇敢的就到中国大陆去了，39岁回来，台湾光复他正好39岁，20年间都在中国大陆求学工作，台湾的光复来奋斗。他只觉得这一生这20年是一个很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归返，就是一个圆圈由原点回来原点。1945年10月24日上午，谢东闵和阮传发搭乘的船队依次抵达基隆，成群结队的民众聚集在2号码头。一路上那个台湾的老百姓在铁路两边人山人海，有的拿着小旗，有的三呼万岁，有的唱歌欢迎歌。台湾今日庆生病，永寿青天白日青，600万民动快乐，我将单数表欢迎，哈哈多数欢迎，哈哈多数欢迎，600万民动快乐。每到一个站台湾的老百姓都围拢在列车窗口，每一个窗口都围拢了，围到窗口，跟我们握手，跟我们讲话，哪怕是1、2句，他们都很高兴跟我们讲，因为语言相通这个感情呢就非常融洽，非常好，很高兴祖国的乡亲来了。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创建于日据时期，当时称为台北飞行场。1945年10月24日，台湾地区的受降官陈仪从上海出发，飞抵松山机场。一下飞机，陈仪就用带着浓重绍兴口音的国语发表广播讲话。本人此次非为做官而来，而是为台湾服务而来。一方面为人民谋福利，一方面为国家求建设。陈氏车过通衢时，万千台胞夹道欢迎，情况热烈，为50年来所未有。1945年10月26日的《东南日报》这样报道陈仪抵达台湾的情景。随着陈仪的到来，政权的交接仪式即将开始。位于台北市延平南路的中山堂，在日据时代称作公会堂。它曾是清末台湾布政使司的衙门所在。1931年，日本人以纪念裕仁天皇登基为由，拆除了布政使司衙门，在原址上兴建台北公会堂。这个地方见证了近代台湾一系列重大事件。1945年10月的中旬，不少台湾士绅收到了一份邀请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将于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
邀请函上还特意标注了参加典礼的注意事项。1945年10月25日一早，林献堂带上邀请函，从沂水园出发，前往台北公会堂。珍藏在国史馆的这本签到花名册显示，参加当天受降典礼的中国政府代表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陈仪，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等。台湾人民代表为林献堂、林茂生等，以及媒体人士、盟军代表共250人。作为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阮传发也来到了台北公会堂。我有幸也拍到了公会堂里面，整个这个受降典礼啊，我都亲眼看到。外面的2个对联，光复救河山，建设新台湾。那么上面一个横批呢，台湾光复。受邀来到现场的记者吴浊流对于这个时刻观察得很仔细。至于公会堂里面的典礼场，台上台下都是水泄不通的挤满了人。台上中央的前面悬挂孙中山遗像，两侧排列着森罗灿然的将星们。来宾席上有联军的将军及使节光临。童颜般的陈仪长官看起来特别兴奋。10点整，仪式开始。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将第1号令传达给日本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把他这个命令书啊递给那个安藤利吉，安藤利吉呢就在这个投降书啊签字，再呈给这个陈仪。中央日报记者吴春健这样描述受降现场的日方代表：安藤颤抖地拿起笔，不敢犹豫地在受领证上签下了他自己的名字。这是最紧张的一刹那，全场屏息无声。其余日方代表都惨白着脸，低低地把头埋在胸前。安藤把受领证交给了剑山中将，转成陈长官，又是一个90度的鞠躬，然后坐下。那么陈仪就宣出了这个受降书以后呢，他是慢慢的是退出这个会场。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是非常伟大，我觉得这个我是毕生难忘的这个事情。台湾新报的副社长兼主笔日本籍记者伊藤金次郎当日也在受降典礼现场。他写道：就结果而言，我等于是去为日本之台湾送终。与此同时，观看回归中国的新生台湾咕咕坠地的模样，真是感慨无量。陈仪通过广播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现在台湾业已光复，我们应该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就陈仪呢，他有2个身份，他的第一个身份呢是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
他是个行政官员，同时呢，他又兼呢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呢，在这个接受日军投降以后，他立即宣布，从今天起，从此时起，台湾正式回归。这样呢，这才是一个什么行政上的什么接收，这才是台湾回到祖国的什么怀抱。而当时呢，美国代表呢就站在他的旁边，都是表示什么支持的，台湾人民也是热烈什么欢呼的。就台湾的回归问题，那是这个非常清楚。也是法理上很清楚，法理上也很清楚。那么按现在来讲，就是人证物证都在嘛，这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领导人这个文字上是这个，不管从这个文字的记录也好，从这个旁边的这个日记也好，其他记录稿也好，都非常完整的。34年10月25号。日本代表在台北中山堂签字投降，由我国收回台湾澎湖。沦陷50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万千的台湾同胞再见天日，重获自由，在街上热烈庆祝。受降典礼结束后，当天下午也在台北公会堂、林献堂主持了台湾各界庆祝光复大会，并致辞。此后，同胞务须同心努力，来建设理想之新台湾。同时，我等需念及此次胜利，实有于此次抗战和于正义人道之理想。台北市民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都出来了，整个都市都沸腾了像这个范将军什么谢将军，还有唢呐南管北管这些闽南人带有这个中国色彩这些乐器整个都出来街上游行热热闹闹的。所以吴浊流就是很感慨说这50年间的皇民化运动一天就被风吹掉了。创刊于1895年6月17日的《台湾新报》是日据时期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从1945年10月25日开始，《台湾新报》正式更名为《台湾新生报》。这份报纸是我们创刊号的复刻本我想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台湾新生报这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台湾新生报这5个字呢，还是于右任先生亲自手题的。那这个版呢，很特殊，为什么呢？是台湾的商家厂商主动来刊登这一页的广告，目的呢，庆祝台湾光复。受降典礼后的第2天，台湾新生报发表社论，说到光复，我们的心里自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否极泰来，台湾所以有今天，实乃祖国无数灾难换来的果实。作为台湾光复节，不应该是一个被遗忘的节日。我们要想到69年前的今天，我们在此地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50年的被统治终于结束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46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确定受降典礼的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这一天，
中国传统的神像、神教纷纷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巷尾。1946年至今，台湾民众用踩街绕境形式来纪念这一天。台湾光复，昔日高高在上的日本殖民者一夜之间成为将被遣返的俘虏和侨民。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将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军政、警政的接收？台湾岛内50万日俘日侨将如何踏上遣返之路？敬请收看6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湾1945》第3集《接收遣送》。